凤晴眼神深深的，她说道：“我大侄女就比我小10来岁，不适合当我的女儿。真要过继的话，我最小的侄女才几岁大，倒是适合。她最小的侄女是三哥的小女儿，才6岁。当然，她也就是这样说说，不会真的过继侄女到名下当女儿的。她要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不招婿上门的话，就跟方瑶，她做试管婴儿的，借她的种子来用用，以她的聪明才干，他们俩养出来的女儿不会差到哪里去。她的几个侄女资质平平，难以培养成为家族接班人。要是能培养出来，她母亲也不会着急把她扶上墙。早就在知道凤若不是亲生女儿时，将目光放到孙女辈了。方瑶绝对忠心于她2个人的女儿，她更是会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守护她母女俩。一举两得。虽然不愿意承认，凤晴扫了一圈江城的青年才俊，适合她的，她又看得上眼的，还真没有几个。方瑶则是最适合她。生女儿的事不着急，以后再说吧。现在都不知道家主之位能否留在他们这一支呢？大姨若真的是被母亲害死的，凤晴真不想接管家主之位。她坐在上面如针扎，不自在，也会愧疚。郑一帆说道：“过继的有什么？古时候的女孩子10几岁都结婚生子了，你小侄女才几岁大，能看出什么来？还是你大侄女好一点。你想想，你要是过继了你的大侄女，你用心培养出来了，就可以将大小事情交给她去办。你轻轻松松的，等她有能力接班了，你便可以退休，到处游山玩水，多好呀！咱们家这样的家庭，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养老问题。”郑一帆力劝着凤晴过继她的女儿。你要是过继你的小侄女，万一她长歪了怎么办？你岂不是白费力气？你大侄女性情定了型的，她是什么脾性你也知道，她还挺喜欢你这个亲姑姑的。她跟凤若反而不怎么亲近，这个倒是事实。在凤晴被找回来后，整个凤家大宅里，只有郑一帆的女儿接受凤晴这个姑姑最快，可能这就是血缘关系的原因吧。凤若在凤家大宅长大的，对一般侄儿女也不算差，但是郑一帆的女儿就是不想亲近凤若。凤晴淡淡的道：“大哥，过继这种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还是等以后再说吧。等我真的坐上了家主之位，又实在不想结婚，不会拥有我自己的孩子了，我会考虑考虑的。侄女儿也是女儿，身也流着凤家的血，想来妈也不会反对，家族里的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的。不过我还得考察考察的，我又不止一个侄女，年纪大一点的侄女都有2、3个，2个二嫂就是先生了2个女儿，再生了个儿子的，所以较大一点的侄女儿她有3个，不一定非要选择郑一帆的女儿。况且她也就是随便应付一下郑一帆的，并不会真的过继。她以后就找方瑶商量一下做试管婴儿的事。也是，这是大事，总得要妈同意才行。你是妈的亲生女儿，现在又能独立了，等妈退休，你肯定是家主的。至于管城过来的海玲，就算她背后有几大家族撑着，那又如何？那几大家族都是在管城，在江城也就是有点生意而已，还能左右我们凤家的事？她是大姨的后代又如何？大姨都死了几10年了，如今坐在家主之位的是我们的亲妈。若是你没本事，将家主之位还给大姨的后代还说得过去，你有本事了，怎么可能将家主之位还回去？郑一帆说道。海玲有那个本事吗？她在江城开公司又如何？咱们凤家的人跟她都不熟，就是你刚回来时，家族里的人都不把你当一回事呢，更不要说海玲了。家族里的人是很多对妈不满意的，他们能翻了天不成？说完后，郑一帆又小声嘀咕了一句，那个海玲说不定也是个短命鬼呢，跟大姨那样，人到中年便结束了。
他派人去冲撞海玲，可惜失败了。他怕失败，还安排了2辆车去的，还是失败告终。大哥说什么？凤晴冷声问着，你说海玲是短命鬼？你会看相吗？还是你背着我们做了什么事？郑一帆立即说道，没有的事。你听谁说我对海玲做了什么事？她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我连接近她都难，怎么可能对她做什么？他还是有点心虚的，担心会被妹妹看出来。要是让妹妹起了疑心，让方助理去查她，很容易就查出来的。他的人脉势力现在已经不如妹妹了，主要是方瑶到了妹妹身边。凤晴定定地看着大哥，郑一帆被他看得有点心虚，不想再待下去，但又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过了凤晴签好字盖了章的文件夹，合上了文件夹，对凤晴说道：阿晴，那我回去做事了。你要出去办什么事？赶紧去办，大哥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大哥这是心虚吗？我怎么觉得大哥在心虚，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样子。凤晴讽刺着大哥，又说道：大哥要是背着我做了什么事，最好就老实交代，否则闯下大祸，或者被人抓到了证据，找上门来算账，我可帮不了大哥。没有做的话，大哥也要记住我的话。你最好不要去招惹海玲，她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凤晴提醒兼警告了大哥后，从大哥跟前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对大哥说道：大哥回去做事吧。郑一帆在心里把妹妹骂了个千万遍，面上却堆着笑说道：大哥能背着你做什么事？大哥都30-40岁的人了，又不是年轻的毛头小子，还会闯什么祸？海玲那婆娘，我从来没有去招惹过她，知道她背后有3大家族撑着腰，我没事去招惹她做什么？说句自私的话，是你该视海玲为对手，为死敌，而不是我们。毕竟海玲是冲着家主之位而来的，而你是凤家的少主，如无意外将是下一代的家主，你们是竞争关系，关大哥什么事？大哥就算想帮你忙，怕是也帮不上。如今论手段，论人脉，论权势，大哥都不如你了。凤晴看了大哥片刻，说道：最好就没有。我现在很忙，妈又不在江城，大哥若是闯了祸，我可没有时间帮大哥收拾残局。不会的，不会的，大哥天天不是上班就是去我丈母娘那边，跟你大嫂扯皮，哪有时间去闯祸？再说了，大哥都几十岁的人了，真闯了祸，也是自己收拾残局，哪敢让你帮我收拾残局啊？那是最好，大哥回去做事吧，我也要出去了。凤晴起身，绕出了办公桌，兄妹俩是一起走出的办公室。郑一帆还想打听凤晴出去做什么，但是凤晴的嘴巴牢得很，他什么都没有问出来。进了电梯里，凤晴站在前面，站姿笔直，一身女士西装的她，竟然有点英气逼人的感觉。郑一帆在心里骂了几句，面上还得保存着温和的笑容。到了他办公室所在的楼层，电梯门开了，郑一帆走了出去，凤晴则是坐着电梯直接下1楼。郑一帆经过秘书台时停了下来，走到秘书的办公桌跟前，秘书看着他：你去问问凤晴的秘书，凤晴出去做什么？秘书答道：凤副总的秘书嘴巴很牢，轻易不会暴露凤副总的行程。经理，你是副总裁的亲大哥，你何不亲自问问副总？郑一帆噎了噎后说道：算了。将凤晴签好字盖了章的文件递给秘书，说道：凤晴签了字盖了章的了，这原本是他秘书的活儿，他抢了秘书的事情去做，主要是想从凤晴那里探探口风的。他知道凤晴和海玲私底下常有来往，他派人去撞海玲失败了，谁知道海玲会不会问凤晴？海玲若是有所怀疑，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必定是凤家的。刚才凤晴似是在试探他，
想套他的话。郑一帆怀疑凤晴现在出去，有可能就是去见海玲。他安排的那么妥当，就算失败了，也不会让人怀疑是阴谋。想来海玲不会怀疑吧？真怀疑了，海玲也没有证据，怕就怕妹妹会插手这件事，让方瑶去调查。对于方瑶，郑一帆还是忌惮得很。他很清楚能被安排到家主或者少主身边的助理有多厉害，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手段让那些消息灵通的人接给他们面子的。他若是得到这样的人相助，何愁？可惜他没有资格接管凤氏家族。郑一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后，想了想，还是打电话给那2名年轻的女司机，问他们后续情况。知道他们向海玲道歉后，就离开了丰泽大酒店。海玲也坐着车走了，想来没有被怀疑吧。这样想着，郑一帆略略放下心来，随即又想，怀疑是他又如何？有证据又如何？他就是想海玲死，咋地？来咬他呀！要不是海玲插手了，阿若就不会死的。哪怕凤若的死是多方面的，但是郑一帆不能动母亲，也不敢动妹妹，只能拿海玲来出气。海玲背后是有3大家族当靠山，不过战家、陆家和商家都是在管城，这里是江城，只要他没有明目张胆的，就没事。大哥怎么想的，凤晴不知道。他走出了办公大厦，刚上车，就接收到了方瑶发过来的调查结果。他看了调查结果后，没有什么反应，淡定地开车离开了公司。数分钟后，方瑶来电，凤晴靠边停车了，才接听方瑶的电话。大小姐，海小姐被2辆车冲撞的事是大少爷的手笔。方瑶交给凤晴的调查结果，自然是证据充分，证明就是郑一帆安排的。我看过了调查结果，猜也猜到是他了。凤晴说道，他简直就是脑子有坑，有谁那样安排的，想制造意外？1辆车足够了，他还怕失手，用了2辆车，2辆车还是一前一后的。真当海玲是傻子？他对自家大哥太无语了。就郑一帆这样的手段、智商，他是怎么敢生出野心，悄咪咪的肖想家主之位的？若是凤氏集团交到郑一帆手里，怕是连守成都守不好吧？我现在去见海玲，海玲也是怀疑他的。想来海玲也让人去调查了。战家3少爷和乔大少度假，快回来了吧？战浩宇带着乔涵出门度假，乔氏集团交给了乔轩临时打理。方瑶以为自家少主担心战浩宇回来了，会找他算账，安慰得到。战3少和乔大少回来了，也不能找大小姐做什么，又不是大小姐做的。我倒是不担心，是我与乔氏集团的合作还没有敲定，乔轩忙得很，还没有跟他谈妥。方瑶笑道，肯定能成的，大小姐不用担心。他们俩应该这2天就回来了吧？去帮我查查我2哥和3哥有没有背后做点什么，还有族里的几位婶娘，他们私底下常给海玲传递消息，盯着点。方瑶恭敬地应着，好。顿了顿，他忍不住问，大小姐对海玲是什么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喜欢的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方瑶，大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更不希望大小姐喜欢女人呢，他还想和大小姐做对恩爱的夫妻。凤晴笑道，我和海玲是竞争对手呀，可以说是死对头，不过又惺惺相惜。那几位婶娘早就投靠了海玲，我是知道的，但没有让我妈知道，她怕母亲知道了，那几位婶娘就连命都没有了。不仅是他们，连他们的家人都会因为各种意外离开人世的。母亲容不得背叛，族里多少人对母亲不满，但忌惮着母亲的手段，再不满也不敢怎么样。主要是他们也找不到新的人来投靠吧。海玲过来后，他们才觉得有人可以投靠了。怎么说海玲都是上任家主的后代，
背后又有几大豪门家族帮着，就连他们江城的乔家都是站在海玲身边的，给海玲撑腰呢。我要不是我妈唯一的女儿，我真的想和海玲成为好朋友，我跟她特别谈得来。凤晴话里有着可惜，但凡她多一个姐妹，她都不想当这个接班人，就可以做她想做的事，交她想交的朋友了。方瑶沉默了一下后说道，管城那边有新发现，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是什么新发现，看看海玲会不会透露一点消息给大小姐。她透不透露都无所谓，我和她毕竟是竞争对手。说实话的，我敢相信她，但她不敢完全相信我。她要是敢完全相信我，都不适合接管凤家。在大姨和小姨死亡的真相未出之前，凤晴都不会随意就将凤家的一切交回去。她说过，如果真是她母亲害死了大姨和小姨，她会配合着海玲将属于大姨后代的一切都归还。她远走他乡，不会给海玲上位带来任何的困扰和威胁。大姨和小姨的死若真是意外，那么海玲想要上位，就跟她公平竞争了，能把她拉下来，把她比下去，她一输的心甘情愿的。所以她还是会为了凤家对海玲做点什么事的。海玲不可以100%的信任她，当然海玲对她一直有所保留，并没有真的相信她。在海玲的眼里，她是凤月的女儿，极有可能是害死海玲外婆的凶手的女儿。海玲心里说不定在想着将来怎么将她千刀万剐了呢？怎么可能会完全相信她？对她有好感，私下有来往，关系看似不错，那是因为她不在凤家长大，她的三观，她的为人处事还算正常。若她像凤若那样，与海玲早就不知道斗成什么样子了。方瑶说道，也是家主出远门的事，有可能与管城那边的人有新发现有关联的。家主要找的是上任家主身边的助理，说对方在上任家主死后不知所踪，原本怀疑是助理带着家主的2个女儿消失的，但现在找到了上任家主的女儿了，知道2个女儿的下落，却没有助理的下落。商太太也在找她母亲的助理，说明了几十年前事发时，家主的2个女儿并非是被助理带走的，而助理是独自离开江城，不知所踪。他为什么要离开？离开几十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是死了吗？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还是20几岁的凤月，如今马上就71了。上任家主助理又比凤月大上10几20岁的，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吧？就算在，也是90几近100岁的人了。这么高龄，神志还清吗？你的意思是说，管城那边已经找到了我大姨的那位助理，那位助理还活着吗？凤晴低声问着，可有确切的消息？你再去打听打听，不过别惊动我那位表姐，她可不好惹。那位助理当初为什么离开？他最是忠于我大姨的，在我大姨意外身亡后，他怎么会一走了之？是他知道内情，还是被逼着离开？若是我那位表姐真找到了人，再打听打听，是否有证据证明是我妈害死我大姨的？凤晴说这句话的时候，脸色都变了几分，感觉真相很快就能出来了。她心情复杂得很，希望大姨和小姨的死都是意外吧。若是她母亲害的，她怎么面对海玲等人？哎，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多的纷争？同一个家族的人，就不能为了家族的兴旺共同努力吗？非要为了点权与利争争斗斗的？果真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呀。回到亲生父母身边2年了，凤晴是真的不喜欢凤家这个环境，却也知道这是她无法避免的。就算她不参与凤家的斗争，就是她经商来说，也少不了尔虞我诈的。在商界摸爬打滚的人，有几个真正良善的？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就是凤晴自己创业后一路打拼到今天，她也是在同行中杀出来的一条血路，不知道多少小厂小公司争不过她的公司。
最后没有订单，开不下去了。小公司关门大吉的多了去。这个世界一直都是适者生存，强者的天下。方瑶应着，我会再去打听打听的。若是商太太真的找到了那位助理，想来很快就会找过来的。上任家主真是被现任家主害死的，商太太岂有不替父母报仇之理？隔了几十年，未必能让凤月判死刑，但凤月的家主身份必定是到头的了。凤月这一支也别想再碰触到家主之位，说不定还会被商太太赶尽杀绝呢。想到这里，方瑶提醒地道：“大小姐，咱们要不要提前安排好退路？就怕真是商太太和战家大少奶奶报复起来，赶尽杀绝。哪怕大小姐跟家主不一样，但大小姐却是家主亲生女儿，她怕管城那些大佬们会迁怒凤晴。”凤晴说道：“我相信他们不会迁怒我，也不会杀人放火，最多就是我离开江城了。说实话的，我也不想待在这里。我也跟我表姐表过态的，只要他有证据证明大姨是我妈害死的，属于他们的东西，我悉数还回去。”方瑶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他还是决定暗中安排好大小姐的退路，不管大小姐能不能上位。他从被安排到大小姐身边那一刻起，他这一辈子都是属于大小姐的了。凤晴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如果他离开江城，远离凤氏家族，那他就不受凤家家规约束了。他们说不定可以好好的恋爱一场，然后结婚，生几个孩子，过着平凡却幸福的生活。以他们俩的能力，离开了江城，脱离了凤氏家族，也能闯出一片天。方瑶心底深处甚至希望凤晴能够脱离凤氏家族，这个话就不能说出口了，这是他的私心。他爱凤晴，爱了就想和她过一辈子，像正常夫妻那样。你忙吧，我去见海玲，不好让她等太久，这天很快就要黑了。冬天是日短夜长的，天黑得快。从江城市中心去到他公司所在的那个区，还要几十分钟的车程呢。这一来一回的，等他回来，天早就黑的了。好，大小姐开车注意点，带着保镖吗？方瑶关心地问道。凤晴说道：“我去见海玲，带保镖去做什么？没事，我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事。”在江城，凤晴还是不担心自己会出什么意外的。真敢对他下手的人，也就是他的3个哥哥还有父亲了，其他人不会随便对他下手的。好，那先这样，我看看能不能早点办完事，到时候去接你。凤晴没有拒绝。结束通话后，凤晴静默了片刻，觉得自己对方瑶是越来越依赖，越来越离不开他，而且他是他唯一可以放心信任的人。凤晴又给海玲发了信息，问海玲到了没有，告诉海玲她现在过去。海玲很快回复他了，说到了他的公司，一位经理接待了他。凤晴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给海玲，放好手机，他重新启动车子，很快便远去。40分钟后，凤晴的车子驶进了他自己的公司。他公司发展的不错，颇具规模的了，乔涵都愿意与他合作，可见他公司的前景是可以看得不错的。不过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公司了，公司的人也知道他们年轻的女老板变成了江城名门凤家的真正千金小姐，要接管凤家的生意，没有太多时间回到这里来上班的了。不过老板还会经常视频开会，远程操纵着一切，就算老板不在公司里坐镇，公司依旧如常运转着，不会出什么大事情。老板，久不见到老板的职员在临近下班了，看到老板回来，个个都笑着打招呼。凤晴回以微笑，他问前台海总现在哪里，应该是在顶楼的贵宾室，经理在接待他。凤晴点头，便往电梯走去。很快
他就坐着电梯上到了顶楼。他的公司虽说颇有规模，但跟大公司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办公大楼也就5层高而已。他的总经理办公室在5楼，5楼除了他的办公室就是郑经理的办公室。郑经理是他以前舍友的哥哥，职业经理人。除了他和郑经理的办公室位于5楼，还有会议室、贵宾室。走出电梯，凤晴径直往贵宾室走去，因为只有贵宾室敞开着门，亮着灯，可能是前台给郑经理发信息了吧。凤晴刚走到贵宾室，郑经理就从里面走出来了。老板，你回来了。海总在这里等了挺久的。凤晴的公司不在市中心，离市中心还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呢。但同在江城，郑经理还是听说过海玲的。海玲是刚闯入江城的商界，奈何他的身份，以及他背后几大豪门家族，注定了他初闯入江城闹界，就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而海玲是什么身份，与凤家有什么牵扯，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的。涉及到自家老板，郑经理自然也关注着海玲，所以海玲过来，他就认出了海玲。不知道海玲为什么过来，郑经理招待的小心翼翼的，有点是来晚了。凤晴低声解释了一句。他走进贵宾室，看到海玲和他的一班保镖团都坐在那里，人人的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他们似乎都没有碰过那杯茶。见到凤晴进来，海玲笑道：你这么忙的话，就不用过来的，咱们电话里说说也可以。凤晴也笑，人算不如天算，出门时遇到我大哥找上楼来，有份文件要我签字，又跟我东扯西扯了一大堆，又跟我妈通了一下电话，导致我来得晚了，让你久等。没事，我也没有等多久。海玲起身，等凤晴进前，两个人重新坐下。郑经理也给凤晴倒了一杯茶水后，凤晴让他回去做事，海玲则让他的保镖团出去，不用在这里守着他了。很快，贵宾室里就只有2个人了。凤晴说道：要不去我办公室里说，这里也一样的，这5楼的人不多，挺安静的，我的保镖又守在外面，不会有人随意接近。况且我们讨论的又不是夺位，只是想向你了解了解一下你大哥的近况而已。跑这么远来见面，不过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2个人私底下又见面了。凤晴便没有再说挪地方的事，他将方瑶发给他的证据转发给了海玲，说道：我大哥最近就在忙活这件事，他不怎么出面，找到他的证据还挺难的。海玲接收后不着急看，笑道：对于别人来说挺难的，对你来说容易过吃饭。方先生很有本事，能撬墙角的话，我真想把你的方先生撬走呀。不过撬不走，他满心满眼都是你。海玲的话夹着双重意思，凤晴听得出来，她笑了笑，说道：如果说当凤家家主或者接班人有什么好处，就是这一点了，会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助理。如果我会离开，我都要带着方瑶离开，让他和我一起管理我的生意。给我们10年时间，肯定能让人刮目相看。不用10年，3年时间都能让人刮目相看了。你创业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年吧？凤晴端起自己那杯茶，优雅地喝了一口后，说道：我在学校里就想着赚钱的事了，那个时候都可以说是在创业，到今天也将近10年了吧，看我还没有跻身大老总之列呢。海玲笑：你有方先生，那是如虎添翼。他也喝了半杯茶，然后才看凤晴发过来的证据。方瑶办事给力，有那些证据，足够他找郑一帆算账了。撞你的人的确是我大哥安排的。海玲，你打算怎么算账？以牙还牙吗？海玲说道：以牙还牙，万一他没有我这么快的速度，躲闪及时，就真的撞到了他，要赔钱的。私人恩怨还私人恩怨，
只要撞了人还是故意的话，岂只要赔偿还是犯法行为。我包括我身边的人，可不想因为你大哥毁了自己的前程。就算可以花钱请别人办，海玲也不乐意。这些证据我先保存着，等我二姨婆回来了，我向她老人家告状。她老人家怎么惩罚你大哥，就是他的事了。不过他要是不能让我满意，我也不会轻饶的。让凤家主自己动手，海玲只需要施压就行，自己还能干手净脚的。我那位姨婆什么时候回来呀？海玲问着凤晴，凤晴老实的答道：不知道。我妈没有在电话里回复我兄妹俩。我妈动手的话，说不定会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怎么说那都是她的亲生儿子。海玲说道：我知道我不会为了他做违法的事，不过我可以扒他的一层皮，让他连年都过不好。对了，你大嫂还没有和你大哥离婚吗？还没有离掉。凤晴默了默后说道：他们虽说是我的亲哥哥，但站在女人的角度看，我恨不得骂他们渣男。有大哥大嫂的前车之鉴后，他二哥和三哥对老婆就好了很多，也是因为凤若死了，母亲的心狠，他们也体会到，不敢太放肆的了。二嫂和三嫂当初已经原谅了丈夫的，平时看着恢复了原样。既然他们那两对还想好好的过下去，凤晴也不管，自己选择的路怎么着也要自己走完的。她能帮嫂子们的都帮过了，男人很多都那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舞。海玲又喝着茶，边喝边看着凤晴，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不要错过方先生，他很适合你，也绝对忠于你，你嫁他不用担心会被背叛。凤晴的脸微微泛红，说道：现在还没有心思去想婚姻大事，等咱们俩的事进入了终章再说吧。也不知道是你死还是我亡，哎，你说人世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纷争呀？都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不成吗？海玲默了默后说道：人心是不足的，拥有了一点又想拥有更多，得到了更多还想要更多更多。知足常乐四个字说出来很简单，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想了想后，凤晴自嘲的笑，也是，我都想拥有更多。他喝光了那杯茶水后，忽然问海玲：方瑶跟我说，你们管城那边有新发现了，是不是找到了我大姨的那位老助理？他还活着？海玲不知道详细的，不过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老助理还活着，并且来了管城，具体怎么样了他还不清楚。妹妹说大姨晚上会给他打电话，他还在等大姨的电话呢。活着。海玲没有瞒着凤晴，也想试试凤晴当初说的那些话到底真不真心。凤晴怔住，还真找到了人呀，而且对方还好好的活着，那真相就要被揭开了吗？到了结局的时候，半晌，凤晴关心地问了句：老先生还好吗？详情我不清楚，彤彤给我发信息，只是告诉我找到了老先生，其他情况没有跟我细说。近100岁的老人了，还活着，代表他身体不错吧？海玲没有告诉凤晴，老先生是被老神医等人救下的，有老神医师徒俩帮老先生调理身体，老先生才能撑到现在，也是有一个报仇的执着念头撑住吧。凤晴哦了一声，也是老先生活到现在，想来身体健康方面还是不错的。他们从被选中之后就开始接受魔鬼般的训练，体质强于常人，活到100多岁可能都不成问题。这样看来，我妈出远门是知道了老先生的下落。老先生现在安全吧？我妈去找他了，真让我妈找到他，他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凤晴对自己的亲妈太了解，这个倒是不用担心，老先生现在很安全，在商家好好的住着呢，还有那些传说中的高人，而且老先生现在管城，凤月就算有杀意，也很难在管城得手的。
凤月不是不想伸手进管城，意欲培养宁家二小姐成为他的棋子吧？后来被妹妹他们先一步怀疑，发现凤月就放弃了宁二小姐这枚棋子。凤家主的人只要伸手到管城，都会被剁了。他心知肚明，在管城他很难办得成大事。那就好，那就好。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一下子就陷入了沉寂中。侍凤晴的手机响了，手机铃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他掏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是方瑶打过来的，以为方瑶这么快就过来接他呢。凤晴当着海玲的面接听方瑶的来电：大小姐，家主回来了，刚到的机场。大小姐现在回来，能抢在家主回来之前到家。凤晴蹙眉，这么快就回来了？刚才通电话时问他，他都说不准。很快他就明白了，母亲喜欢搞袭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好，我知道了，我等会儿就回去。凤晴倒是不着急，她回到市中心也不远，肯定比母亲先一步到家的。哪怕母亲先到家也没事，她现在管着凤氏集团谈生意，应酬，经常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那是常态了。刚从海玲这里证实，管城那边是有老先生的消息了，这边马上就收到他母亲回来的消息。想来他母亲并没有见到老先生，甚至还不知道老先生真正藏身于何处。大小姐也不用着急，开车慢点。我不急，我也不用抢先回家，我都不知道我妈回来，正常忙活着，哪能给我妈接风洗尘呀？等会儿一起吃饭。说是那样说，凤晴还是要回市中心去的。方瑶应着，好，我在酒店等大小姐。两人结束了通话后，凤晴便对海玲说道：日不要说人，夜不要说神，说了就来。你刚问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就接到了方瑶的电话通知，我妈刚到机场。4个儿女，她没有一个真心信得过的，要回来了也不让我们知道。最后一句话，凤晴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说的，觉得她的老母亲活得真是累，亲生的儿女都不敢相信。想到她和母亲并非真正一条心，凤晴又觉得正常了。海玲说道，她出远门是收到了点消息的，是去求证一下，没有求证成功，又见你没有上当，自然就回来了。突然回来，不想让你们知道，呵呵，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吧。他起身，本来还想着请你吃顿饭的，你说要和方先生一起吃饭，我就不当那盏电灯泡了。你们俩要不要弄个浪漫的烛光晚餐？浪漫浪漫。